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咱们继续来聊聊普通学。在昨天的视频里，我们就说到，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衰退，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了现实的无力和焦虑。由于普通学强调人要接受自己的普通和平庸，因而也受到更多年轻人的认同和追捧。然而，普通学只是强调如何通过接受平庸来恢复内心的平静，但普通学对于优秀和平庸的评判标准与主流评价体系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以默认世俗评价体系的合法性为前提的，因而这种心灵的平静也是脆弱和虚假的。一旦社会环境的压力加大，普通学带来的心理安慰很容易被击溃，个体会再次陷入不安。即使个体主观上觉得自己已经接纳了自己的平凡，然而当周围的朋友、家人、同事等等仍然用世俗标准来评价他时，他仍然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在心理层面对抗这种评价。因此，我们说，真正的精神解放绝不是不触及世俗评价体系，只是在自己内心里寻求平静与和解。相反，精神的解放意味着精神要主动出击，去批判和解构那些虚假的优秀，最终建立起真正有普遍性的价值体系。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一点。在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感兴趣，或者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说，在中国社会，一个人要尝试去反思和解构主流评价体系时，首先会受到这样的质疑，比如周围人会说，你之所以去反思和解构，说到底还是因为你在这个体系下不够成功，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比如说，你是因为没考上好的大学才去批判教育体制的，你就是因为没有特权才去批判特权的，或者说等你先站到金字塔尖才有资格批判。这些话都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你的批判是缺乏真正普遍性的，而只是一种情绪化的愤世嫉俗。那这种质疑似乎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因为中国文化倾向于把语言和身份联系起来，倾向于消解语言的普遍有效性，也就是认为语言的效果取决于说话者是谁，而不是首先关注对方的话是否有道理。但这其实是非常荒谬的，因为这暗含了这样一种假设，我要批判一个对象，首先需要成为那个对象。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批评一件坏事，我首先得自己先做一遍坏事，才能取得批评的资格。我要批评独裁者，我自己都体验过独裁的感觉，这当然是很荒谬的。何况，许多人的确是在这个体制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而产生了批判和解构的动力，这很正常，但并不意味着他的话就一定没道理。当然，要建立起有说服力的价值体系，的确不能停留在一种简单的愤世嫉俗上，而应该去追求真正的深度和普遍性。这意味着要去致力于寻找更底层的逻辑，解构那些虚假的符号系统，从而恢复和还原个体被遮蔽的内在价值。那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了。布尔迪厄可以说是我最欣赏的法国思想家了。虽然布尔迪厄主要是通过分析法国社会得出的理论，但他的分析的确揭示了普遍的规律，也就是如何透过符号系统的表象去看清楚个体的精神是怎样被压迫的。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分化出了无数个场域，每一个场域都有自身奉行的价值体系和符号系统，而这些价值体系和符号系统如果要运行下去，就必须把某些事物说成是代表了普遍利益、大众利益的，这样才能获得所有成员的自发认同和自愿拥护，从而实现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而如何才能让大家自愿拥护呢？这就需要借助符号系统，使个体产生误认，也就是 misrecognize， 从而为某些特殊的资本赋予巫术般的魅力，营造场域中的普遍幻象，为赤裸的统治加上一层合法的、自然的、具有亲和力的外衣。这意味着这些事物的光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出来的。例如在中国，人们向往富裕，并不是金钱天然的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它在改革开放后的意识形态中被附加了一层特殊的魅力，就是说，人们崇拜的不是金钱，而是金钱被符号系统赋予的内在秉性，
也就是经济资本背后的符号资本。比如一个人外在的富有之所以令人羡慕，是因为他被认为必定在心理上比自己更具有安全感、更自由、更自信、更能被周围人称赞，或者说眼界更开阔、更有品味。符号系统将金钱与自信、自由、品味等内在气质绑定，个体相信那些更富裕的人必定比自己拥有更优越的内在，并且这些优越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但这种观念在中国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天然如此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后被建构出来的。如果经济资本不能与符号资本挂钩，人们就不会羡慕单纯的富有。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中国的很多农村，村民们往往最羡慕的是有权利的人，而不是无权利但富有的人。一个基层干部的收入可能只是乡镇企业家的1/10，但往往比乡镇企业家更能引起村民的羡慕。实际上，村民羡慕的是权力背后带来的优越感，因为他们会联想到某些干部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样子，或者联想到自己求人办事时低声下气的卑微感，或者听说某个身价上亿的老板在一个能拿捏自己的小官员面前也要赔笑脸等等。总之，权力者的生活方式、言谈举止都会被符号化，成为优越的象征。在这种场域下，权力比金钱更能与符号资本挂钩，因此单纯的有钱反而不如有权力更吸引人。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在革命的符号系统下，穿着讲究、生活方式追求精致、生活富足，不仅不是令人羡慕的对象，反而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作风。说话过于文绉绉、用词考究的人，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群众的封建残余。优雅的、温和的态度被认为是缺乏革命激情的体现。正如那句名言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这种符号系统中，有教养与革命性被对立起来，语言、举止甚至教育程度都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更符合革命性的行为则是直率、粗犷、战斗性的表达。一个人要彻底洗清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习气，就需要通过一套仪式来自我改造，也就是吃苦和战斗。我们在8月4日的这期讲苦难崇拜的视频里曾经引用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4月，接管南京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识分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分子。而1949年，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在革命意识形态下，文明的反而是不文明的，而不文明的才是真正的文明。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知识青年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彻底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穿着简朴的衣服做农活。吃苦意味着灵魂的洗礼，标志着个体被注入了某种魔法和神圣性，并成为了能够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的一份子。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种现象在不同的符号系统下可以被赋予截然相反的内涵，而这种赋予本身是任意的，并没有某种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依据。布尔迪厄将这种集体的误认 misrecognize 称之为符号权利。更常见的一种符号权利是性别。布尔迪厄考察了非洲的卡比尔人的习俗，他发现在卡比尔土著的住所中，女性的活动空间主要在潮湿、阴暗的一侧，而男性则待在向阳和干燥的一边。女性不被允许参与公共事务，而被要求待在家里，她们所做的家务活被看成是琐碎和低下。男女在空间上的划分被视为某种神秘的、神圣的仪式，并且具有政治和伦理的意义。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男性是阳刚的、有力的，而女性则是琐碎的、弱小的。这种性别观念是土著人社会和历史建构出来的产物，然而土著人却将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归结为男女之间的先天的生理差异，或者追溯到某种更抽象的观念，比如阴阳、日月等等。这就是符号权利的体现。符号权利将现实制度的区隔给合理化，试图从生物学、大自然或者哲学中寻找某种先天的依据，从而为性别不平等赋予崇高的意义。
但当我们抽离出来去审视和反思这些符号的内涵，就会发现它其实类似于魔法和巫术。符号资本的运作就像巫师宣称自己掌握某种超自然力量一样，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使行动者置身于不平等中而浑然不觉，甚至完全接受了符号系统对自我的评价和审判。波尔迪厄将其称之为符号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这当然是一种软性的暴力，但它却比硬性的暴力更能够美化和掩盖支配关系。学校教育是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指出的，在西欧的封建社会，新兴阶级如果要使自己的财富合法化，就必须获得教会的支持、丰盛，从而使自己的统治与普遍意义的神圣权力挂钩。而在现代社会，学校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世纪基督教会的这一重要功能。文凭 credentials 一词源于 credentialis， 即赋予神圣性、赋予权威。学校如同一个施展巫术的巫师，他通过一系列考试、排名来为学生的心智做出看似客观和公正的评分与筛选。我们在5月26号的这期讲中国高等教育的视频也提到了，由于文化资本逐渐被视为重要的合法性资源，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官员的学历水平开始突飞猛进，几乎个个都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许多大学都为官员们预留了大量的博士指标，更有不少官员成为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等。这也说明了，在现代社会，学校被普遍视为是拥有对人的内在的审判权的。具体而言，学校将外在的分类标准嵌入到学生的心灵当中，从而对学生的内在秉性进行分级和排序。分类标准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说是否能够遵守学校纪律，是否能够理解教学大纲所布置的知识点，是否能够融入学校环境，是否能够写出工整的字迹。然而，教育体制却对这种分类的结果做出了内在化的解读，并对个体的精神进行评级。比如说，把能够适应学校环境与普遍性的适应能力挂钩。比如老师说，如果你连学校的苦都受不了，将来怎么能适应社会，怎么能应对更大的挫折？这就显然是把能否适应学校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上升为对一个人综合能力的评判标准，而完全不提学校的环境是否有问题。再比如，学校把书写工整干净视为态度端正、做事认真的体现，后者显然是一种可迁移的、更具有普遍性的能力，而写字不工整则被视为是浮躁的、缺乏耐心的表现。然而，学校的这种以手写水平来评判学生能力的教育思路，在如今日益强调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时代，就显得非常落伍和过时。一个人写字不好看，但他可能非常善于利用互联网来检索信息，写字好坏其实没什么影响。在这个时代，书法只能作为一种个人的爱好，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再比如，学校对于学习能力的定义都是建立在一个相当狭隘和特殊的框架之下，比如在限定的2小时考试时间内能够拿到多少分，能得高分则被视为聪明的、有天分的，反之则是愚蠢的、懒惰的。聪明和愚蠢显然是一种普遍的分类标准，它看似建立在某种客观、中立和公平的考核制度上。比如所有人的考试时间都是只有2小时，面对的是同一份考试题。然而，这种考核方式的不公正在于，它倾向于筛选出来的是反应速度快的学生，但反应速度快能否等于学习能力强？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在11月30日的这期视频里，我们就讲到了人的大脑有2种学习模式，一种是在压力下的冲刺模式，而另一种则是在无压力的宽松状态下的自由模式。实际上，冲刺模式虽然容易产生及时的可视化的成果，然而复杂的整合、联系与创新恰恰是自由模式所擅长的。显然，学校体制强化的是冲刺模式下的快速反应能力，这种能力在应对那些目标明确、框架清晰、时间紧迫的任务时的确更擅长。然而，一个人在离开学校后，大多数时间是自己安排、自主决策的，没有一个外部压力在不断逼迫你。人生中的许多重要决策，比如职业规划、人际关系的处理、个人兴趣的培养，甚至应对生活中的突发状况，都无法仅靠冲刺模式来应对。而自由模式赋予了人们整合经验、
发现潜力和开辟新路径的能力。然而，在教育系统的规训下，学生们也学会了利用这些符号来认知世界以及区隔他人。比如，看到某人很成功，一定要归功于他的高学历，或者说他受到了良好的专业教育，而想不到这可能是由于他个人的因素。看到某人因为某种意外没能考上大学，下意识地同情对方，并为对方感到遗憾、惋惜，好像对方一下子就有了某种永恒的伴随终生的缺陷。但这种分类标准的有效性是非常可疑的。《The State Nobility》这本书中就写道，萨特从小接受的是法国的精英教育，年轻时曾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来他却反思说，自己在20岁时，学校的教育让他感觉自己什么都看得懂，而实际是什么都未仔细思考过，什么都不懂。再比如，我接触了一些没有参加中国高考，直接在欧美国家读本科的网友，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大学虽然还不错，但自己总觉得有点心虚，觉得自己和那些中国参加高考的学霸相比，自己的学习能力好像是未经检验的，似乎自己逃避了某种集体的仪式。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普通学的问题在于直接接受了符号系统对个体内在心智的评判，因而他的内心平静只能是纯粹主观和临时的，他无能对抗符号暴力的入侵，而要恢复个体真正的价值，则首先需要从细节入手，意识到符号系统是通过人们的误认，从而在个体心智与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联系的。区分这一点是心灵解放的开始。那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聊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